好，这次川普一上任之后，马上签行政命令，签到手酸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最重要的是他要护住美国整体的治安，移民政策首要之重。移民政策我们看起来，聪哥看起来是对整个美国来说非常重要，但其实某方面来讲，意在还在打中国，我不让你的任何不管是人或毒品有进来的可能吗？对，没错。上这个川普呢，他签了非常多行政命令，很多行政命令是针对什么？针对所谓移民，因为移民问题是他的粉丝最在意，所以他在跟粉丝见面的签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移民的问题。好，那具体签什么？他把这个边境进入所谓的紧急状态，另外他要加大扫荡所谓的无证，你只要是没有这个合法的签证进到美国，我都把你赶走。还有都市里面。过去你可能在都市生活很久了，你没有证的移民，我也把你赶走。另外一个重启所谓的留在墨西哥政策，就是你先不能够进来。以前呢，拜登都会让他们先进来，但他现在你都完全不能进来，完全不可以进来，你先都现在留在墨西哥。所以这几天你看，很多人开始准备在川普上任之前要进入美国。好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出生公民权就要停止，这个可能对很多我们原本想要去这个到美国出生美国娃娃的，恐怕会有影响，因为未来在美国出生的这个人呢。不见得能够拥有美国籍，所以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非常多。但是你看，他这些签证移民里面来说，他们的边境撒网说到一件事，我要打击的对象里面来说，很多要锁定中国，因为事实上这几年呢，很多中国民众也透过这个走线的方式进入到美国，特别是说他们要查什么，你在这个所谓役男，譬如说你可能年龄是解放军那种年龄的，你有可能是解放军的背景的，我都要先把你赶回去。所以这个他也是针对部分的中国移民。另外一个。你知道他还签了一个什么？上回他签了什么？他针对什么？我呢，针对所谓的南美的黑帮，我要宣战。这里面包括说这个墨西哥的黑帮，还有委内瑞拉的黑帮。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？因为他要阻止芬太尼。因为这几年呢，美国的芬太尼，因为很多我们之前曾经报道过嘛，这个目前的美西，包括说旧金山，很多治安非常差，就是他们都在吸食芬太尼嘛。那你知道芬太尼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是5万多人，毒害。所以这个变成是什么？变成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。好，那为什么我就说这个美国这个政策是要针对芬太尼？因为芬太尼大部分在中国生产，然后运到南美洲，特别在墨西哥，然后透过黑帮运到美国去。所以呢，他这一次呢，他怀疑说你中国来的那些役男就是准备进口专门运毒的。对，没错。另外一个，我针对你南美的这个黑帮宣战，就是你在这个黑帮运到我美国的芬太尼就没办法进来。所以它其实这一套政策来说的话，我相信啊，或多或少应该可以掩盖，就可以阻止这个芬太尼还有很多人蛇集团来到美国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我就讲嘛。因为川普要上任之后，我们讲现在目前为止，大家全部这几天不是很多这个移民的，好几千名的准备要过境到墨西哥里面来了。但是因为他已经签了这个所谓反移民政策之后呢，那目前为止已经开始很多警察已经来到了墨西哥的这个跟美墨，他要先巡逻。对，没错，不让你进来。那不让你进来的话，他们这些都是移民吗？对，他们都准备要进到美国去的。那你看，现在美国已经有这个军队在警察在这个地方。那川普说什么？我过几天我要派军队过去。所以他现在军队还没过去哦，现在是警察先过去哦。好，那警察过去的时候呢，他们现在军队或者是他们现在军队还没来，那警察还有他们的这个边境的相关的管理人员做什么事呢？他们现在先在这个地方格兰特河的旁边呢，他们先装了所谓浮标，然后先装了这个包说铁丝网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把铁丝网建起来，不让你进来。哦，就是这个浮标。那另外他们在里面还装了浮标，浮标装在河里面来说啊，就让你没办法过来嘛。我在里面来说话。我没办法穿越过去，对，阻止你让一个情形，你至少你要爬过来。那你爬过来，因为以前他们都是蹲在河里面去，所以你没办法发现。有浮标你就要上来嘛，上来我就把你抓起来。所以等于是说，他们现在又有很多的方法在阻止移民来的一个状况，甚至很多移民人，那他们这几天我看的也蛮心疼的，因为他们就卡在，就是川普已经上任了。就他们卡在边境，没办法进去了。他原本可以进去，对，就卡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在痛哭流涕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他们就觉得说，因为以前他们都有一个这个 app， 这个 app 叫做 CBP One 的这个 app， 这个 app 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呢，拜登的政府是允许你先就你可能在美墨边境先等一下，我们你用这个 CBP 这个 app 的话，你可以预约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跟美国的殖民官 interview， 那 interview 之后你可以进到美国，所以他们都很多人都预计好。但是讲川普一上任之后，这个 CBP 的这个 One 的这个 app 马上就停用。不能够用，他们在那一刻原本预约到的时候直接停了。对，我可能
这个下个礼拜就要跟美国的这个移民官 interview， 结果在川普上任开始之后，那个就没了，直接关掉，所以他们就痛哭流涕啊，痛哭流涕。那他们现在的边境撒谎就说没办法，我们现在要赶走这个所有的这个人，我们必须要把他们赶走。那里面赶走里面来说啊，他们现在怎么启用？因为非法移民太多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准备启用一些军营、军事基地，因为军事基地来说，他们现在的这个霍曼呢，过几天他准备要带领军队到边境去了。那到边境去了，他就准备把这些移民呢，你不听话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抓起来就关到这些所谓相关的这个军事基地里面，因为监狱现在根本不够用，我都关到军事基地里面去。好，那我们讲为什么这次的移民政策在美国会引起这么多人支持？大家不是说啊，就让他们进来啊，这样有什么影响吗？因为对美国治安形成非常大的压力。纽约市来说，也是一个所谓他们这个非法的移民，非法移民他怎样？他居然在有一个女生啊，美国女生在那边睡觉，他就觉得说他想要犯罪，那他怎么做吗？他点火去烧她的衣服。就后来这个女生变火球了，因为这个女生她没有发现到，就后来就变成火球被烧死，被烧死之后，结果后来警方抓到她，又是移民，对，又是一个移民。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这个麻州他们警方抓获了一个移民，就移民呢，你看他有枪支，然后还有大量的毒品。所以等于是说，为什么美国民众会开始反这些移民？因为你些非法移民进来的时候，真的造成太多的社会的这个问题嘛。来，廷贵，我们刚刚提到移民政策对于川普来说最为重要，大力甚至军队都直接在边境来处理都不是问题哦。为什么？国内要稳住，国外大家又谈到了，跟中国也有关系。刚刚讲到的芬太尼，他现在嚣张到直接在墨西哥直接建工厂。墨西哥跟美国这么近的情况之下，边境能不能守住，毒品能不能守住，是个关键喽。那你知道，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讲了3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一个是芬太尼，一个就是贸易，另外一个就是 TikTok。那 TikTok 跟芬太尼这些东西就是行政命令他已经签下去了。这 TikTok 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卖的话，那你就关门了，那你就1毛钱都赚不到了。所以很简单，他不是说去挺 TikTok， 他是要 TikTok 这家公司的。那另外呢，芬太尼来讲的话，也发现到那个路径是什么？结果你过往来讲，中国政府承诺我说芬太尼要处理，结果2019年一直到现在，你完全没处理，这是变本加厉。怎么变本加厉呢？你把这些原料然后送到墨西哥或是加拿大，然后制造完毒品之后，结果送到美国来，还是进来了，还是进到美国啊？那你美国很多，你看到加州啊，或者是很多蒙大拿州等等这些地方，很多的吸毒的，其实都这个芬太尼啊。那这芬太尼既然没有禁止它。甚至还查到中国政府还变相在补助他，所以今天来讲的话，其实川普下重手就针对这来。但是我觉得他第一天来讲的话，下重手就是这个移民政策。你知道他执行了一个政策叫什么？继续停留在墨西哥计划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越过不了墨西哥跟美国的边界，进到我美国来。你如果中南美洲这些这个偷渡者跑到墨西哥来的话，就全部都留在墨西哥。然后现在呢，也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这几天来讲的话。川普雷厉风行的在执行这个时候，竟然有中南美洲的政府出来去，还有交战守则，对，警告自己的非法移民说不要做这些事情哦。对，特别是瓜地马拉，你知道瓜地马拉竟然叫自己的说跑到美国非法移民的多少？你尽量第一个不要喝酒开车，因为你喝酒开车一定会被抓到。你有前科你就拜拜了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开车尽量是找说，比如说那个车子啊，你那个什么这个闪光灯或者是所谓的左右灯来讲的话，都一定要健全，否则你很容易就被警察拦下来。拦下来之后就开始调查你的身份。再来是尽量不要提供，也不要去提供假的文件资料，你要提供真实文件资料，然后你要装作很镇定，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就被逮到了。那一逮到的话，当然就直接送回到瓜地马拉。那为什么瓜地马拉政府要提醒善意的去提醒这个东西呢？你知道吗？每一年从美国境内汇回到瓜地马拉境内的有多少的外汇吗？就是说多少的美金汇回去吗？将近有251亿左右美元了。那你这个251亿美元，你知道占了整个瓜地马拉的 GDP 多少吗？将近有2成左右，就占20%的 GDP 是从美国汇回到这个瓜地马拉了。所以这笔钱其实对瓜地马拉是蛮重要的，大家要好好待着，不能走啊！是啊，那如果说你这些人全部都被遣返到瓜地马拉，瓜地马拉没有就业机会给他们了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当然来讲的话，相对来讲，美国这边来讲就会腾出很多就业机会，就必须有很多美国人去担任这个就业机会。瑞德哥，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关键，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大国博弈里面，美国不断出招，中国想不想追？想追啊，当然想追，但有一个没办法追上，就是太空的火箭。我们昨天有看到马斯克跟贝佐斯互相在尬来尬去，但现在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中国的龙行2号
75公里级火箭咻上去之后，垂直回收试验未达预期，整个掉落到海面，拢没啊。对，没错。那么今天凌晨啊，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进行这个就职的演说的时候呢，讲到太空，美国要重返太空的时候呢，那么镜头特别拍到马斯克，笑得合不拢嘴啊。那么马斯克的 SpaceX 呢，比起这个中国的相关的火箭的发展，我相信他一定更得意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龙行2号火箭呢，其实啊，中国近这些年以来一直宣传自己的这个火箭技术，还有太空的这个竞争呢，是1等1的，很棒就对了。就没想到呢，龙行2号火箭它要尝试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可以不断的回收，不断的升空，不断的回收，不断的升空啊。结果它要飞到那么距离地表75公里了以后呢，进行一个实验，就是那么让它可以进行像这个 SpaceX 一样的火箭呢，不断的回收。就没想到到了高空了以后呢，可能是因为没有点燃相关的这个等于说这个燃料呢，没有点燃了以后，最后那么它的结果是失败。这次的这个试验呢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不好意思，它就直接棒了，直接整个掉到海里面的这个底端啊，那么整个火箭就已经报销了。因为在去年的12月27号的时候呢，非常有名的这个的火箭呢，那么叫做利剑1号。利剑1号火箭呢，也是射上去了以后呢，那么载着整个这个等于说这个中国的就是这一台，对，没有错。它还有一个叫做淘宝88 VIP 探索号，执行的88 VIP 没有错 ，VIP 探索号执行的是一箭11星啊，各位，什么叫一箭11星啊？就是你带了多少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你的人造卫星就对了。上去了以后呢，那么照理来讲啊，你的火箭技术，你已经发射这么多次，照理来讲，火箭技术应该很棒嘛。结果上去了以后呢，从甘肃酒泉的这个相关的实验区升空了以后，第3级火箭呢，在这个点燃发射3秒后，它很明显的整个飞行的这个姿态呢，那么变形了。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怎么样？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给摧毁自毁的话呢，它整个掉下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跟可怕的这个伤害啊！最后只好忍痛砰一下子把它给自毁，砰掉就对了哦。这个是那么在去年底的失败。不过去年中的时候，7月11号的早上呢，事实上双曲线1号火箭遥8，那么也是一样冲上去了以后呢，升空了以后呢，也是一样。那么这个呢，双曲线1号啊。升空了，从酒泉升空了以后，发现它的飞行轨迹呢异常，最后宣告失败，也是一样爆炸，又爆炸了，整个爆炸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它7次发射，这是第4次的失败。它7次发射，这是第4次的失败，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照理来讲，你们的中国的火箭发射技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成熟嘛。除此之外呢，在去年6月30号，天龙3号。这更离谱了，为什么呢？刚刚讲的都是发射了以后啊，然后在天空啊，因为那个相关的轨道啊出现了变化以后怕危险，所以呢有的把它结果把它自毁掉，自毁装置把它给引爆嘛。天龙3号不是，天龙3号它是进行这个所谓的那么这个动力系统的静态测试试车啊，结果没想到呢，它在什么地方？本来应该保持在发射台上面进行试验，它飞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就直接飞出去。它飞出去了以后呢，那么当然就是坠毁了，因为本来这不是在他们计划里面，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呀。那么结果呢，飞出去了以后呢，等到发现的时候是怎样？是掉到一个山上，山上的老百姓赶快打电话报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听到山上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整个村落的玻璃全部都被震碎了。中国那么发射了好多的人造卫星，好多的火箭升空，但是失败率也是全世界数1数2。